为什么我们说买东西不是买南北吗？你有没有纳闷过，咱们天天挂在嘴边的买东西，东和西明明是两个方向，怎么就成了所有商品的代名词？为什么没人说我去买南北？为什么不说买上下、买左右？这背后藏着的千年冷知识，90%的人都不知道。咱先不说远的，就说现在的你，下班路上随口一句顺路买点东西，刷电商平台说囤点东西，甚至跟人拌嘴都能甩出一句你算个什么东西。这3个字咱们一天能说800遍，可你真的想过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吗？很多人以为这就是老祖宗随口凑出来的词，大错特错。这个词的根扎扎实实扎在1400多年前的大唐长安，也就是当时全世界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，妥妥的1000年前的世界经济中心。这事儿得从唐朝严格的城市规矩说起。唐朝的长安城可不是咱们现在想的，出门楼下就有便利店、菜市场。当时朝廷实行铁打的坊市分离制，坊就是老百姓住的居民小区，全城108坊，全是封闭式管理，到点就锁门，小区里绝对不许开店、摆摊、做买卖。而市就是官方划定的唯一能做交易的集市。说白了，你住在长安的居民小区里，哪怕家里没盐了、没米了，也不能下楼找个小卖部买，必须跑到官方批准的正规集市去。而整个100万人口的长安城，整整108个坊，朝廷只批了2个正规集市，一个在城东叫东市，一个在城西叫西市。没错，咱们天天说的东西2个字，源头就在这儿。这2个集市分工还特别明确，放到现在就是完全不同的商圈定位。东市挨着皇城和达官贵人的府邸，住的全是皇亲国戚、高官显贵，所以东市卖的全是高端奢侈品、定制潮品、文玩字画、稀有药材，相当于现在的顶奢商场，是有钱人的专属消费区，普通老百姓很少去。而西市才是咱们普通打工人的快乐老家，柴米油盐、瓜果蔬菜、衣服鞋帽，日常吃的穿的用的，这里应有尽有，甚至还有从西域、波斯、印度漂洋过海来的进口货，什么香料、珠宝、糊饼、葡萄酒，相当于现在的大型综合批发市场加进口超市，性价比拉满，人流量是东市的好几倍，也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。那时候的长安老百姓想买高端好货就去东市，想买日常用品就去西市。久而久之，大家就把去东市买货、去西市买货简化成了一句顺口的买东西，就跟咱们现在说去商超、去商圈一个道理，直接用地点代指了要买的商品，一叫就叫了1400多年，这事可不是野史瞎编的。唐六典里清清楚楚记载了长安东西市的管理制度，2个集市各有220行商铺，每天5时击鼓开门，日落前鸡肠关门，交易时间、物价管理、商铺规范全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。就连咱们熟悉的诗仙李白都是西市的常客，天天泡在西市的胡姬酒肆里，写下了落花踏尽游何处，笑入胡姬酒肆中的诗句。说到这儿，肯定有人听过另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，就是咱们老祖宗的五行学说。这个故事来自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。有一天，他跟朋友盛温如逛街，盛温如提着个篮子说：“我去买东西。”朱熹当场就抬杠：“你怎么不说买南北？”盛温如当场就给他上了一课。按五行来说，东属木，西属金，南属火，北属水。我这竹篮子装得下木，装得下金，可装不住火，也装不住水呀，所以只能买东西，不能买南北。这个说法特别巧妙，也让买东西这个词多了一层传统文化的韵味。但咱们必须搞清楚，五行说是锦上添花的趣味解读，真正让买东西3个字流传1000年的根，还是大唐长安的东西2市。毕竟在唐朝的时候，买东西这个说法就已经在民间传开了，比朱熹所在的南宋早了整整好几百年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后来东西2个字不光能代指商品，
还慢慢延伸成了汉语里的万能词，能指代天地万物，比如天上飘的是什么东西；能指代人，比如老东西、小东西，甚至能用来表达情绪。夸人能说你真有东西，骂人能说你不是个东西。一个从大唐集市里走出来的词，愣是用了上千年，成了咱们刻在骨子里的口头禅。好了，今天的冷知识就到这里。